瞄准了打。哎，中了！不用过来！不打了！注意看，鼎鼎大名的世界冠军被唐凯追着打，出拳速度快到模糊，根本看不清楚唐凯的出拳规律和出拳轨道，只顾着往对手脑袋上打拳，浑然不知对手已经弃赛投降。这是唐凯职业生涯最失控的一场比赛，那是因为他的对手狂妄至极，仗着自己和拳王帕奎奥沾亲带故，便在赛前扬言中国选手没有一点实力。尽管每天都吃着山珍海味和海参，但没有一点用处，该不堪一击还是不堪一击。如此狂妄无知的世界冠军究竟是谁？他叫马里奥，来自菲律宾。眼前这个马里奥并不是只会修下水管道的马里奥，而是菲律宾百年难一遇的拳击奇才。来华短3个月时间，便轻松斩杀了6位中国选手，不就是和拳王帕奎奥沾亲带故吗？没想到马里奥竟然如此狂妄嚣张，唐凯根本不在怕的，并且还在赛前撂下了狠话，就算真正的帕奎奥来了，唐凯也不怕。就算是真的帕奎奥，我照样把他打趴下。在我眼里没有输，只有 Mario。当心你的下巴不要被我 K 了。拳王帕奎奥可是能与拳王泰森相媲美的实力拳王，不过在唐凯眼中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进了8角笼，通通都逃脱不了被打晕的命运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唐凯的精彩表现。白色拳套是中国选手唐凯，黑色拳套是菲律宾的拳击高手马里奥。行，我觉得挺成功了。最近这个做了很多综合格斗的裁判，而且事实证明还不错。而且他也有一个拳馆，对，他这个拳馆像还有其他赛事做保险。是。这次格斗在菲律宾的选手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，他们一旦练习拳击，那么在一段时间后都会。拳王马里奥从小与帕奎奥一起训练打法，从帕奎奥那里学到了非常丰厚的拳击技术和技巧，在战力对拼拥有绝对的话语权。然而唐凯可是一位初来乍到综合格斗选手，在此之前没有关乎唐凯的战绩与事迹，只知道唐凯是武术散打出身，后期接触的柔术摔跤，是中国擂台较为稀有的站立地面双修的格斗勇士。因为 MMA 比赛呢，在国内开展时间呢，并不像世界那么长。对，其实很多选手都是从散打转的。对，从小专门就是开始练这个咱们综合搏击的选手啊，那可能还得从新一代中间挖。哎，没错，应该是00后了。对，这个菲律宾也是武术散打。哇，漂亮！一个称帝的卡波拉踢啊！这个菲律宾也是武术散打的这个重点培养这个国家之一，他们的选手对马里奥对自己的战力技术非常的自信，所以这家伙根本就没打算和唐凯打地面技术。然而唐凯则是遇强则强，面对眼前这位拥有雄厚拳击功底的马里奥，他是要用站立格斗技术来击败马里奥，以此来证明中国拳坛有能人，并不像马里奥所说的那样，一个二个全部依赖海参赖以生存。是老将一迷。而且看得出来，对，不要看到少，用了很多次小众，永远打进。马里奥西斯蒙多之后，西斯蒙多会在原地转一个圈。这个唐凯上一场比赛也是游一用扫踢把对方干掉，对 KO 了对手。对，又高手来一个。唐凯的单击能力很强，但是他的面对对方摔法和地面的这个能力是他的短板。还好马里奥西斯蒙多本人也是个战力型的。是。所以说，相对来说，马里奥不会过多的去爆摔。尽管马里奥的站立格斗技术很高超，但唐凯在战力对拼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身高优势加上臂展优势，再加上唐凯他那灵活度极高的步伐移动，很快就让唐凯拿到了比赛节奏。马里奥的拳击技术再怎么高超，再怎么厉害，那也不一定是唐凯的对手。这个打唐凯的更高177公分，而西斯蒙多175公分。这一场也是10场比赛当中年龄差距最大的一场，年龄差距17岁啊。就这样子，两个偶像蜘蛛人恩斯跟席尔瓦，自己认为自己是想往这个风格去发展，我们也期待一下。唐凯打法应该是接近他偶像，是防摔加站立。对。后手拍。唐凯这个在第一场在比赛之后发挥无力。在中国擂台一路连胜的马里奥非常看不起中国选手，甚至连试探都不试探，直接就是火力全开，连续的主动出击非但没有起到压制作用，并且还让唐凯从中寻找到了有力的进攻机会。为了能确保稳中求胜，唐凯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向马里奥发起猛烈进攻，而是选择稳于现状，静静的与马里奥展开试探。那个梯队的往上跳的那种进攻，我觉得菲律宾、泰国这些东南亚的人，他有一特点，他很多时候练得很狠。哎，对，训练量大，而且目标清晰。这是我改变人生命运的一次转型。对。那金身抱摔，后腿躲开了，逃掉。
目前西蒙多慢慢的往前拉近距离，又来个比扫后退躲开，中扫。唐凯的后退和侧向移动的速度非常快，让对方很难跟上的。别看马里奥的身材偏小，体格不大，真要是打起架来，他是一点都不含糊。来回的晃动让马里奥控制了比赛距离，随时都能把进攻打在唐凯身上。然而唐凯虽然没有打过几场比赛，但唐凯的作战体系非常的完整，一般人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进行破解。唐凯可是从数百名新人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的猛将，这场比赛就是唐凯的转折点。不稳定，他会忽略一定的这个关系。这种斜插波再配上散打，知名的这种侧踹就非常的有意思了。是的，泰拳讲究稳定也是有它的原因的，因为泰拳多起腿啊，所以它一定要爆踹。哎，哇，这个冲上去了，对方手撑地起身了，顶铁笼。从进入到地面缠斗的那一刻起，马里奥的优势就化为了乌有，连续的砸击让马里奥有点慌乱，无论如何挣扎都很难挣脱唐凯的束缚。这也算是唐凯对马里奥地面缠斗技术的一次试探。是对这个抱摔的话，拿到了那个抱摔和地面控制的优势，应该能够让他拿下第一回合。唐凯的细节做得很好吧，两个腿把对方的这个腿放直，因为他是个游走型的选手，这 KO 有时候靠运气啊。当然自己的基本功很好，不过他更在意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俗话说浓缩的都是精华。别看马里奥小小的，其实他体内蕴含着非常庞大的爆发力，随时都能给唐凯来一套他顶不住的猛烈进攻。不过唐凯经过第一回合的试探过后，早就看透了马里奥的作战计划。此时的唐凯只需要一个合适的进攻机会即可，顷刻间就会让马里奥认识到中国选手的恐怖之处。对，漂亮，高走，高走，继续高走，再来一下，对方后仰躲开，躲开了。中了，倒地了，这个时候，看看西斯门多能不能防守住唐凯。雨点般的在战力对拼期间，马里奥确实很厉害，挨到了这么多次重击，依然能井条有序发起防守反击。但这一切都已经晚了。唐凯完成抱摔之后，果断拿拳头砸击马里奥的脑袋。现在宁光友已经准备接入了，接入了啊！我觉得这个老将马里奥西斯蒙多，来掌声给他。连续的雨点般的进攻啊！其实马里奥西斯蒙多已经尽力了，在不停的移动着自己的位置，想要就这一下过来，后手中了，倒地了，被压制，然后再摔倒，一个带摔。对。最终唐凯获得了比赛胜利，和帕奎奥沾亲带故又如何？就算是真正的帕奎奥来了又如何？只要进了八角笼，那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唐凯的重拳砸头。唐凯之所以能一路连胜斩获羽量级冠军金腰带，这并无道理，实力就是这么强，实力就是这么厉害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唐凯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